中国翼身融合体大型客机的试验机亮相，该机所采用的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潜力同样巨大。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强少。近日，西北工业大学公布了一项重要的科研成果，一架外观看上去像一条空中蝙蝠鱼的 BWB-300型大飞机的技术验证机首飞成功。此次试飞的虽然只是一架翼身融合体大型客机的缩比试验机，但是意味着中国下一代宽体客机的研究探索工作已迈入到新的预研和测试阶段。而且采用这种布局的大飞机技术，其在军事上的潜力也非常巨大。从气动外形上看，该飞行平台与常规的宽体客机最大的不同是，整个载客的机体都是机翼的一部分，在气动设计上与 B-2 隐身轰炸机也有一定的相似度，只不过增加了一对 V 字形的垂直尾翼，而位于尾部上方的发动机也未考虑隐身设计，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降低飞机的噪声，采用了翼身融合体设计的大飞机方案。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此类系统布局会是未来宽体客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特种飞机的发展方向吗？你别说，还真有可能。其直接的好处有这么两点：一是升阻比高，整架飞机就是一个升力体，而产生的阻力呢则比较小。在同等条件下，翼身融合体大型客机的燃料消耗要比常规布局的客机降低20%以上，经济效益极为明显。二是这种布局的飞机结构的重量比较轻，运载能力更强。同等大小的飞机采用翼身融合体设计后，其机体内的空间能够获得极大的拓展。一般来说，旅客机的内部容积越大，越有利于增加载客量。当然，用于运载货物时，其灵活性也要比同级别的运输机有优势。所以，如果采用 BWB-300设计理念的大飞机，如果能够研制成功，带来的巨额经济效益将是不可估量的。当然，这种布局呢，也有一些问题需要加以克服，比如气动设计比较复杂，对飞控系统的要求极高，机体内横向布置的座位比一般的旅客机多。那么一旦飞机发生在机场迫降等问题，如何满足乘客90秒钟黄金逃生的要求？此外，为了控制发动机的噪音， BWB-300飞机的发动机被布置在后机体的上部，是否会造成维修保养困难的问题，都是需要研究的。但是相比其所获得的好处，这些问题还不是太大，而且呢，都已经有了解决方案。现在许多人关心的问题是，中国设计的这款看上去雷达反射截面积比较小的翼身融合体大飞机，除了可以载客运货外，在军事层面上的意义有多大呢？这一点确实值得考虑，也非常重要。在未来大国之间发生的高烈度战争中，对运输机、加油机和预警机隐身化的需求越来越迫切。美国空军部长肯德尔就说过，美军当前应该考虑研制一款隐身的加油机，这对于以中国这样的大国作战非常关键。其道理很好解释，现有的加油机在空中作战行动中非常容易被对手发现，而一旦加油机被击落，那么远程作战的飞机都将有去无回。从气动外形上看，翼身融合体大飞机有一个先天的优势，那就是隐身性能比较好。BWB-300方案只要对发动机的设置进行一定的隐身化处理，就有可能成为一款合格的大型隐身飞行平台。空中预警机在现代空战中的地位也很重要，但它们同样非常脆弱。随着超远距空轰导弹、反辐射空轰导弹的发展，预警机在大国战争中被击落就会成为大概率事件。如果能够研制出一款配装预警雷达和远距红外探测系统的隐身预警机，必要时不开雷达，而是通过大型远距离红外探测设备与隐身战斗机配合作战，就能极大地提升其战场生存率。可以说，加油机、预警机的隐身化将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从这个角度看，翼身融合体大飞机的军事应用前景是非常光明的。如果相关技术成熟了，甚至可以先研制军用平台，然后再发展民用大客机。如果能够研制出采用翼身融合体设计的军用运输机，利用其内部空间大的优势，
进行战争物资的投送也是非常有优势的。这对于一个国家的战略机动能力同样非常重要。另外，以民用飞机需要考虑经济性一样，翼身融合体运输机在提升军费的使用效率方面也非常有吸引力。总体而言，中国在发展未来翼身融合体大飞机平台的探索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西工大的科研人员又一次走在了世界的前面。预祝这项开拓性的研究工作能够获得圆满成功，早日应用在国产的军用和民用飞机上。好，今天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